地球上的水為啥沒全滲到地底下去？是誰給地球做的防水呢？你有沒有想過，咱們平時往地上一倒水，水很快就沒了影兒，對吧？那地球上這麼多水，按理說時間一長，不都該漏光了嗎？可事實是，地球表面70%都被海洋覆蓋着，水還好好的待在那。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秘密？今天咱們就來揭開這個謎團。咱們先從最直觀的感受說起，你拿個杯子往沙地裡倒水，是不是水滑一下就滲進去了？這是因為沙子結構疏鬆，水分子很容易就能鑽進去。地球表面也差不多，大部分地方都是泥土、沙石，就算有岩石，也常常裂縫遍布，水往下滲，那叫一個順暢。從物理學角度講，這叫滲入。水分子在重力作用下，一個勁兒地往疏鬆的物質裡擴散。所以，如果地球內部一直都是鬆鬆垮垮的，那咱們的海洋、湖泊可能早就变成地下水庫了，是吧？但地球可不是個簡單的大沙坑，它內部結構複雜着呢。首先，隨着咱們往地心深處走，壓力會越來越大。你想啊，上面壓着幾百公里、幾千公里的岩石，那壓力得多恐怖！在這樣的超高壓環境下，物質會變得越來越致密，空隙越來越小。水分子想繼續往下鑽，那難度可就呈幾何級數增長了。就像你擠海綿，越擠越緊，水就越難進去。其次，地球內部的溫度也是個大杀器。咱們都知道，地心是熱的。根據地震波的研究數据，地球每往深處走100米，溫度大概會升高1攝氏度。這可不是開玩笑的。到了地核，溫度能飆升到6000攝氏度，比太陽表面還熱。你想象一下，水分子在這樣的高溫下，還能老老實實的以液態存在嗎？肯定不能啊，它們會变成氣態，甚至超臨界狀態。這些高溫高壓的氣體和超臨界流體，體積會膨脹，產生巨大的反向壓力，把水往上頂，不讓它們繼續往下滲。所以說，地球內部的高溫高壓就像一道無形的防火牆，牢牢地把大部分水擋在了外面。科學家們估算过，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，地球表面的水最多也只能滲入地下400公里左右。這聽起來好像挺深，但跟地球6371公里的半徑比起來，簡直就是九牛一毛。而且，地球內部能容納水的空間非常有限，所以滲入地下的水其實只占地球總水量的一小部分。這部分水也不是一去不復返的死水。它們在地下高溫的作用下，會轉化成氣體或超臨界流體，體積膨脹，產生壓力。這些壓力會驅使它們沿着地殼的裂縫重新回到地球表面。如果這些裂縫恰好在海底，就會形成我們常說的海底熱泉。當然，也不是所有滲入地下的水都能及时找到回家的路。有些水分子如果找不到压力釋放的出口，就會在地球內部的地質活動中流浪。一旦遇到地震或者火山噴發，它們就會抓住機會，以大量水蒸氣的形式逃逸出來。所以，當地震或火山爆發時，我們常常會看到大量的蒸汽，那裡面可有不少是地球深處憋了很久的水。所以，地球的防水功能並非來自地表，而是它內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高溫、高壓和高密度環境。地表其實是不防水的，水一直在少量的滲入地下，但滲入地下的水又会不斷的返回地表，形成一個動態平衡。正是這種精妙的循環，才讓地球表面的水得以長久存在，沒有全部漏光。這就像一個巨大的、精密的生態系統，每一步都有它的道理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想起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，地球自轉會產生離心力，把水從內部甩出來，就像洗衣機甩乾衣服一樣。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，但仔細一想，根本經不起推銷。洗衣機能甩乾衣服，是因為它的內筒有孔洞，水可以在離心力作用下從小孔排出，而衣服被擋在裡面。但地球可沒有這種結構啊！地球上的所有物質，包括水，都會受到地球自轉產生的離心力作用。如果離心力真的強大到能把地球內部的水都甩出來，那說明離心力已經大於地球的引力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別說水了，咱們地球表面的山川、河流，甚至你我，早就飛到太空去了，還怎麼可能安安穩穩地待在地球上呢？所以這個說法
純屬無稽之談，你可別信了。最新的研究也為我們揭示了更多關於地球深部水循環的奧秘。比如，科學家們發現，在一些大洋板塊的俯衝帶，大量的海水正被捲入地幔深處。這些水並不是以液態形式存在，而是以羥基 OH 的形式被鎖在硅酸鹽礦物中。這就像是地球內部的一個巨大水庫，儲存着我們看不見的水。這些深部水對地球內部的物理化學過程，比如岩漿的形成、地震的發生，都有着重要的影響。甚至有模型提出地幔雨的概念，認為地幔內部的水循環確保了地球表面海洋的長期存在。而且，全球水循環並非一成不變。科學家們通過近20年的觀測發現，全球水循環正在以史無前例的方式發生變化，極端乾旱和洪澇事件頻發。這提醒我們，地球的水系統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巨系統，人類活動對其影響深遠。雖然地球有其天然的防水機制，但我們對水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依然至關重要。